今天的话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异形镂空的这样的一个造型。那这个原型啊，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像这些图形，你其实是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个图形合变，直接给它印上去之后，能够做到大致相同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这的话就是一个随机选择，然后去做到这样的一个造型，快速把这个东西给它做出来。好，这的话是先去拿到一个球体，拿一个球体，然后我们叠大几次，拿到这样的一个细分，我们塌陷掉。然后用到这个碎化啊，生成拓扑里面的这个碎化，我们点一下它，能够随机生成这样的一个图形。那我们可以再给多一点这个细分之后再去点，那这个话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这个话就不需要那么多，我们拿到这样的一个细分就 OK。那这个平滑就是这样的一个渐小啊，这个渐小就会变得特别小，那这给到一个2就可以。那这里它每次计算都是一个随机的一个选择，随机的一个选择。好，这话是大小给到个2就可以。我们大致拿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大致拿这样的一个造型。好，我们再去加上一个球形哈，我们塌陷掉之后，选到这些面，给它删除掉，然后全部选择这些面，给它插入一下，插入一下。然后最好我们用到这样的一个，因为它是有倒影这个形状，我们可以用到这个借由形式里面这个偏移，用到这个偏移，稍微给它拉一下，拉一下。那这里的话是这个按住 Ctrl 是这个衰减的一个大小，那Shift 它就是一个完全强度的一个大小。那我这块就随便的给它拉一点点就可以。那我们去到顶视图，然后给它拉扁，只能拉一点点。好，把这个给它拉下来，拉到这里。好，我们在这里的话去添加到这个切片，我们去移除负，我们稍微拉上来。拉到这里吧，那这里刚好的话有到一定的这个入口到那边。如果想要再去拉长一点的话，你就在这里嘛，再去给它拉一下，拉下来，拉成这个样子，也 OK， 拉成这样子 OK。我们把它塌陷掉，然后用到这样的一个自动拓扑，或是我们稍微给它叠大一下。不用叠大，我们直接还是叠大一下，让它这里更圆一点，让这里更加圆一点，不然这样是到时候它这里拓扑之后，它这是有一定的这个棱角，我们叠大一下，叠大一下之后再去给它来一个重新拓扑，我们给它2000个面，给多一点这个细分，为了能够这里的话是能够有到一条这个线在去能够拉起来这样的一个造型因为它并不是直直嘛，还是有到一定这个弧度。好，这个东西弄完之后，我们需要复制一份，是吧？然后我们把这个添加上一个壳，拿到这个边，选定边，然后把这个分开，稍微给厚一点点吧，给厚一点点。好，我们塌陷掉，选到这个边，选到这个面，然后我们转到这个边，然后扩大一层，我们反选，我们要把这里拉鼓起来，我们约束到这个发线，然后松弛一下，松弛。然后再拉一下，好，然后再松弛，那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把下面这样给它压平，需要下面这些面去给它压平。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手动选择，如果是这样子宽选不是太容易，你就手动选择。因为正常来说，下面的话应该也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切换到这个缩放，需要切换到第2个，给它压平。然后记得要约束到5，压平。平了之后，我们按住这个 Shift Alt 点一下这个边，我们选到外面这个边，我们去卡一下这个折缝，不然这里要去给它连边的话也是有点麻烦。我们点一下，这是能够完全卡印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就做好了。快速把这个东西给它做出来。那么是想要到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选择，就加多一点这个细分再去用到这个碎化了，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好，那这个视频的话就到这里。